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外派生活不孤单。结束了10天相看两不厌的饭店隔离生活，紧接着就要开始去看房子，以免喜欢的物件被租走，或是价格被调涨。在10天的隔离期间，我们就已经先从治安比较好的区域选定4个社区，再从这4个社区的网站上选出8个合适的物件，然后按照开车的路线顺序跟每个社区预约看房时间，希望能在1天内看完。当天如果就能马上决定要租哪一个物件，就能避免夜长梦多。喜欢的物件万一先被租走了，就要再花时间重找。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开始做了哪些功课，才能缩小看屋的范围，顺利在1天内看完。还有怎么跟社区物业预约看房时间，疫情时期怎么看房，最后再聊一聊看房子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走，和我们一起出发去赏屋吧。要找房子，首先就要先列出自己很在意的条件清单，就能开始逐一缩小看房子的范围，节省时间。我们最在意的3个要点是安全，在公司给的预算内，以及安静。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公司里一样被外派的亚洲同事居住的几个社区，通常就是评价不错又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再根据网站 Spotcrime 查询附近的犯罪案件多不多。根据同事和 Spotcrime 资讯选出来的几个社区后，再用 Google Map 查看这几个社区的评价。我会浏览最低几个评价，如果很多都是抱怨车子停在社区停车场，还是被打破车窗偷东西，或是包裹常常被偷，也代表这个社区的安全管理有问题，就不列入考虑。安全因素就能筛选掉很多物件。接下来就是在这些社区网站的释出物件中，公司的房租津贴能让我们租到什么物件。一样的价格，在 A 社区能租到高楼层的2房，在 B 社区可以租到中间楼层的1房，但是在 C 社区只能租到低楼层或面向马路的物件。想要住在比较安静的物件就会超过预算，所以 C 社区就会被我们淘汰掉。在控制预算的阶段，我们又把范围缩小到4个社区。社区和大部分的物件都决定了，接下来就是以安静与否来做最后筛选。社区网站释出的物件，除了会标示房间内部平面图和租金价格外，还会标示房间楼层以及位在整个社区的哪一个位置。低楼层、面向马路，还有位在电梯和垃圾间旁，一定会有噪音的物件会先被删掉。在美国养宠物的人非常多，有的社区会划分区域，只有这几个区域可以养宠物。有的社区规定只有1、2楼可以养宠物，有的则会开放所有楼层都能养，所以我们也尽量避免挑到能养宠物的物件。最后再加上采光的考量，以及最快可以入住的日期，缩小到8个物件，1天跑4个社区看8个物件，应该没问题。接下来就是跟各个社区预约我们要看房的时间。每个社区网页上有申请看房的表单，填好你想看的日期和时间，以及备注你想看的房号。接下来就等他们回复当天同一个时间是不是有人先预约把钥匙借走，就无法看房，需要更改时间。看房时原本会有物业陪同一起去看你预约的物件，以及介绍社区环境，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改为抵押证件换钥匙后，再依照他们给的地图自己去找你想看的房间。所以要记得携带证件，如果当天就要租屋，也要准备足够的租金和押金，才能顺利签约。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实际去看看屋况和社区环境，一边分享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一到租屋中心，我们会观察服务人员是不是亲切又积极地处理你的需求，然后在社区里绕绕，观察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状况，现阶段的防疫措施有没有落实，以及社区住户有没有依照规定不在阳台堆积物品或是抽烟等等。整个物业管理团队未来都是维护你居住安全和品质的人员。如果现阶段已经出现管理品质较消极的状态，那么代表未来居住的品管状况只会每况愈下。例如
这个物件虽然位在高楼层，而且是两房，还有很棒的景观，但是隔壁邻居有养宠物，公共区域的脚踏垫有很多宠物的毛发，不少住户的阳台也有堆积一些杂物，代表管理比较松散，就不列入考虑。进到房间后，首先会观察屋内的光感和有没有通风，接下来会看厨房的抽油烟机有没有安装排风管。如果没有排风管，抽油烟机只是将油烟抽往天花板排放，就会常常引起火灾警报。美国社区内的火灾警报非常大声又刺耳，目的就是要逼迫大家立即离开房间。有的社区只要一个住户触动火灾警报，整个社区就会跟着响，大家就必须要疏散到楼下，等消防队来确认状况后才能解除警报。如果你的社区排烟效果不好，常常都有住户在煮饭时间或半夜偷抽烟触动火灾警报，真的会住到很厌世。厨房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，有的是瓦斯炉，有的是电磁炉，有的是电金炉。如果你不习惯使用电磁炉，或是锅具都不适用电磁炉的话，就要特别留意。再来是烤箱内部清洁状况，也要打开来确认。洗衣机和烘衣机内部也要打开来检查，闻闻看里面有没有霉味或臭味。每一个开关都打开来确认，有几个开关切了之后没有反应，是用来控制接地孔朝上的插头，方便之后安装地灯，可以直接由开关来操控。厨房和厕所的水也都可以打开来看看水压够不够大，马桶也要确认有没有阻塞。每个房间的采光、通风以及隔音效果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标准？ Loft 房型的楼梯上下楼方不方便？搬大型家具会不会被卡住？打开每一扇窗户，听听外面会不会很吵，毕竟窗户还是要打开才能通风。拿出手机确认房间各个地方的收讯状况，有的社区会有死角，收讯只有1到2格。因为美国大部分是木造房，隔音效果没那么好，所以可以听到楼上住户走动的声音。2房以上的房型，楼上传出小孩跑步声的几率就会比较大，可以在房间内多待一下听听看。一般房租都会包含一个停车位，也要记得去确认停车场有没有门禁管制，以及是不是明亮安全，定期会有警卫巡逻。逛了一整天，心中也有答案了，还了钥匙，拿到抵押的证件，准备签约去。疫情的关系，改成线上签约，所有该缴交的文件和押金都透过网络上传和刷卡支付。我们在美国的第2个家就决定是这里了。再等2个月，从日本海运过来的家具和行李都送到之后，就能开始填满空荡荡的房间，更有家的感觉。下一支影片要和大家分享搬进新家后的生活，包括我们添购了哪些新家具，吃什么庆祝，在家办公环境长什么样子，以及重新开张的外派餐桌又会推出哪些料理。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留言和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及时和我们一起出发去体验外派生活的点点滴滴哦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I've been there too. We just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, then we toe the line. That's fine.